今晚要讲述的是几段台湾灵异民宿的真实故事。或许你们也曾入住过某个偏僻的民宿，想在旅途中好好休息一下，但可曾想过，有些地方可不是普通的住处，而是阴暗与恐惧的容身之所。这些故事来自旅人们的亲身经历，每一个都让人脊背发凉。他们之所以愿意说出这些经历，是因为他们相信，只有讲出来，那些诡异的存在才不会紧随而至。所以，当你入住民宿时，记得细细观察周围的一切。如果听见轻轻的敲门声，看到多出来的影子，甚至接到那不应该坏掉的电话，那么千万别出声，因为敲门的未必是人，镜中的影子也不一定属于自己，而电话那头的低语，往往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这是发生在台湾阿里山偏僻民宿的一段令人胆寒的经历。或许有人以为阿里山只是个旅游胜地，可在黑夜降临时，这片静谧的山林却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，让人感到阴冷而压迫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位大学生身上，经历了那一晚的他，从此再也不愿踏进山中的民宿一步，因为他知道那夜的访客并不是人。小韩是一位热爱探险的年轻女孩，胆子大，兴致高，她总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偏远的山林中体验自然。那年秋天，小韩和几个大学好友相约到阿里山的民宿小住几晚。他们计划白天游览山中的景色，晚上则待在老式的民宿中煮火锅、讲故事，过一个难忘的假期。他们抵达的第一天，山间的雾气浓厚，民宿隐隐约约地隐没在树影之中，仿佛被厚重的阴霾所包裹。民宿的老板是一位苍老的男子，满脸皱纹，两眼深深陷入眼眶中。当小韩和朋友们走进民宿，老板露出诡异的笑容：“你们是这几天唯一的住客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”语气中不带半分温情，反倒带着一丝冷意。小韩和朋友住在2楼的房间，整个民宿寂静无声，只有偶尔的风声夹带着树叶拍打窗户的沙沙声，像是隐藏着什么不可见的东西。入夜后，他们开心地在房间里聊天，直到午夜才各自回房休息。朋友们睡住了，但小韩却睡不着，他总觉得房间里有一种阴冷的气息，像是有双眼睛在某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翻来覆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低沉的敲门声，一下、两下，声音缓慢而有节奏，像是有人在刻意拖延时间，等待房里的他打开门。他怔住了，时间是凌晨3点。此刻整栋民宿里只有他和朋友们，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？他心跳如擂鼓，深吸一口气，将耳朵紧贴在门上。那敲门声又响了起来，依旧是一下、两下，轻而缓慢，但带着一种诡异的韵律。是谁？他低声问，却没得到任何回应。敲门声渐渐变得急促，旁扶敲门者耐心已尽，开始用力拍打着门板。小韩抖着手拿起手机，却发现屏幕亮起一条简讯，是民宿老板发来的：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。他的心猛地一颤，颤抖着手回了条讯息：谁在门外？老板的讯息很快回复：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开门。敲门声越来越急，从轻轻敲打变成了沉重的撞击声，仿佛什么东西正拼命地想进入房间。小韩的手心冒出冷汗，他死死地咬住嘴唇，不敢出声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轻微。过了几分钟，声音终于停下，放松下来的小韩刚打算离开门边，忽然感到脚边传来一股冰冷的气息，像是一阵阴风从门缝底下透了进来，冷得刺骨。他低头看去，却隐约瞥见一道诡异的影子在门缝下闪动，像是有人或什么东西正蹲在门外盯着他的脚步。小韩吓得一声不吭，整个人僵住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那影子移动了一下，随即又静止不动，像是在暗处悄悄观察着他。过了几分钟，影子慢慢的消失，门外也变得一片死寂。小韩的心跳还在胸口砰砰作响，
他几乎以为自己错觉了，直到手机再次亮起，又是老板的讯息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他颤抖着手回复：“门外没声音了，刚刚有影子。”这次老板隔了很久才回复：“不要开门，他可能还在那里。”读到这行字时，他感觉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那他是谁？魏世模老板的话听起来像是知道些什么。小韩只觉得四周的空气更加冰冷刺骨，仿佛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。他不敢再回应，将手机调成静音，紧紧握在手里，整个人缩到床角，眼睛紧盯着门口，唯恐错过任何异样动静。他告诉自己不要再想，但思绪却不受控制的疯狂运转。难道老板一直知道这栋民宿里藏着什么？魏世模没事要告诉他不要开门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似乎是天快亮了，门外又传来一丝奇怪的响动。这次并非敲门，而是轻轻的爬行声，像是某种湿滑的东西在地上摩擦着移动，音调压低而缓慢，带着诡异的粘稠感。小韩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。那爬行声渐渐靠近门边，最后停在门下。他听见门缝下传来奇异的滋滋声，像是什么湿滑的东西在裂缝中小心翼翼地摩擦着。小韩浑身冷汗，忍不住将脚往后缩了一些。就在这时，门缝下方忽然伸出一只苍白而骨瘦嶙峋的手，手指尖细长，像是完全没有血色，指甲又黑又长，诡异地蜷缩着，似乎正在试图从门缝下钻进来。那只手慢慢向房内探身，每探进一分就带来更强烈的寒意，仿佛正逐渐侵占这房间的每一寸空间。小韩捂着嘴，怕自己叫出声。那只手在地板上拖行一会，似乎发现自己进不来，然后悄悄缩了回去。他以为一切结束了，刚打算放松下来时，听见门外传来一阵低低的喃喃声，好像有人在小声说着什么，声音沙哑含糊，完全听不清内容，但他隐约捕捉到一个词：开门。小韩浑身一震，这声音像是来自异界，轻而压抑地敲击着他的神经。他蜷缩着，用毯子将自己捂得更紧，生怕那声音会穿透毯子钻进他的脑袋。这声音时断时续，像是在诱惑他开门，而他知道自己千万不能轻易被诱惑，这门一开，自己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他硬生生撑到了天亮，第一道阳光透进房间时，那声音也随之消失无踪。他彻夜未眠，眼中布满血丝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急忙收拾行李，催促着朋友们快点离开这栋诡异的民宿。就在他们即将离开时，小韩看见民宿老板站在门口，神情凝重地看着他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昨晚还好吗？老板语气平淡地问。小韩忍住恐惧，简单地点了点头，问出他压在心底的问题：老板，你知道昨晚是什么吗？门外的那个影子，那只手，到底是什么？老板低头看了他一会儿，脸上露出一丝冷冷的笑意。这栋房子啊，住过太多客人了，有些人走了，但有些一直没离开。你们没开门，算是走运了。他顿了读，接着说道：以前也有住客说，半夜看见影子，看见手，但他们都开了门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小韩听得浑身发冷，他再也不敢回头看那栋民宿一眼，匆匆离开。当车子驶出山路的那一刻，他忍不住回头望了眼那栋屋子，却发现民宿老板正站在窗边，无声地注视着他们远去，眼神中带着一抹诡异的幽暗，仿佛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，又像是在等待下一个住客的到来。离开阿里山后，小韩再也不敢踏进任何偏僻的民宿，尤其是在夜晚。他知道那夜的访客并不是人，而是被困在那栋屋子里的某种存在。或许他们只是渴望着有人能陪他们永远地留在那扇门后。垦丁民宿的双重影子。小罗和女友小童是一对年轻的情侣，这次垦丁之行原本是他们的纪念日旅行。为了避开喧闹的人群，他们特地挑了一家
位于僻静地带的民宿，面向大海，背靠山林，位置稍显偏远，但安静清幽，正是他们所期待的。民宿的风格是传统的老宅，建筑年代已久，外墙斑驳，藤蔓攀附。两人一踏进民宿时，立刻感受到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感，仿佛这屋子里有些藏不住的阴影在角落中盘踞着。老板是一位年约50的中年男子，笑容看似亲切，但眼神总透出一丝奇异的冷淡，像是习惯了无人问津的孤寂。晚上不要打开窗户，也尽量别对着镜子看太久。老板在送他们进房间后，低声地叮嘱着，声音似乎颤抖了一瞬，随即转身离开。小罗和小童相视一眼，只觉得这叮嘱莫名其妙，当成了当地风俗般的说法，不以为意。夜晚来临，四周安静的异常，只有海浪声偶尔传来。小罗和小童洗完澡，准备睡觉，房间里的一切布置都显得有些陈旧，尤其是一面木框镜子，镜面上泛着微微的光泽，倒映出房间的所有一切，却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仿佛里头藏着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。午夜时分，小罗忽然听见一阵微弱的低语声，像是有谁在屋外低语，声音忽远忽近，带着诡异的韵律。他睁开眼，打算确认声音的来源，却发现小童也醒着，瞪大双眼盯着床前的那面镜子，脸色苍白。你看镜子里面，小童的声音颤抖，指着镜子。小罗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浑身汗毛直竖。镜子里映出两人的影像，但奇怪的是，镜中的他们似乎动作比现实中的慢了一拍。小罗抬手挥了一下，却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竟然滞后了几秒，慢慢抬起手，动作僵硬又诡异。更骇人的是，镜子里的小罗和小童面部表情僵硬扭曲，嘴角似乎带着一丝扭曲的笑意，与现实中的两人截然不同。我们去叫老板，小罗颤抖着说。他们刚准备转身，却听见镜子中传来轻微的声响，像是镜子里的他们开始动了起来。小童拉着小罗的手，两人颤颤巍巍地移开视线，不再去看那诡异的倒影，想赶快离开这间房间。然而就在他们走向门口时，镜子里的影像忽然不再延迟，并且微微转动起了头，注视着现实中的他们。那眼神不是倒影应该有的神情，而是带着一种奇异的渴望与冷漠，好像里面住着一个人，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。小罗和小童僵在原地，不敢回头看，因为他们知道镜子里的他们似乎开始动起来了。那诡异的倒影一边盯着现实中的小罗和小童，一边慢慢地向镜子的边缘逼近，像是准备爬出来。小童捂着嘴，声音微弱颤抖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别回头。他们一步步退向门口，小罗用颤抖的手抓住门把，却发现门被锁住了，怎么转都打不开。他感到背后似乎有一丝冷风吹来，像是镜子中的人就在身后，离他们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民宿老板打来的电话。小罗颤抖着接起，老板的声音低沉而急促：你们在镜子前面吗？别看镜子，立刻把灯打开。小罗慌忙伸手去开灯，当光线驱散黑暗时，他鼓起勇气回头看向镜子，却发现里面依旧映照出两人，但倒影已经恢复正常，不再有延迟，表情也回到了原本的样子。小罗和小童松了一口气，颤抖地询问老板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老板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声，说道：这面镜子儿有时候会映出另一个世界的东西，我一直想把它扔掉，但它总会自己回到这里。晚上千万别对着镜子待太久，否则里面那东西就会变成你，占据你的身体。挂上电话后，小罗和小童整晚再也不敢入睡。他们将房间的灯开到最亮，背对着镜子，直至天亮。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进房间时，他们马上收拾行李，匆匆退房离开。当他们走出民宿时，老板站在门口，默默地看着他们，脸上带着一丝阴郁的神情。小罗忍不住问：
老板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我们看得再久一点，真的会被镜子里的人取代吗？老板低着头，神情凝重，是真的。你们今天能安全离开，是运气好，但并非每位住客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有些人，当我早上开门时，发现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了，镜子里的影像却依旧在笑。小罗和小童听了，浑身发冷，再也不敢回头看那栋民宿。他们上车时，小罗最后望了一眼，发现民宿门口的那面镜子正反射着阳光，镜子里似乎有2个熟悉的影子，冷冷地注视着他们离去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台东老宅中的无声电话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台东的一栋老宅。这栋民宿常常吸引着外地游客，因为它的建筑古朴典雅，别具一格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隐藏的阴暗过往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家庭的身上，他们在夜里接到一通通诡异的电话，那电话里并没有人说话，但却传来奇异的低语声。直到这家人决定离开时，才发现这栋老宅真正的秘密，而那个电话并非只是单纯的错误拨号。小袁一家4口趁着假期来到台东，打算享受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。他们选择了一栋古色古香的民宿，位于一片老街之中，房屋带着时代的风味，外墙斑驳，藤蔓覆盖。小袁的2个孩子兴奋不已，到处跑跳，对这栋古老的建筑充满了好奇，尤其是那间挂着老式电话的客厅。这部电话是那种老旧的旋转拨盘电话，泛着淡淡的黄色，电话线已经有些脱皮，看上去应该早就没人用了。老板看见他们对电话有兴趣，低声说道：“这电话已经坏了，没用的，只是留在这里当摆设罢了。晚上的时候不要乱拨哦。”这话听起来似乎是玩笑，但老板说得很认真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。入夜后，小袁一家早早就进了房间，各自休息。夜深人静时，屋外刮起冷冷的山风，风声穿过老宅的缝隙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外面徘徊，轻轻敲打着窗户。小袁睡得正熟，忽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，划破黑夜，惊醒了所有人。他起初以为是自己在做梦，直到电话声再次响起，那老旧的电话铃声在空无一人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。他困惑地起身，心里纳闷着，这不是老板说坏了的电话吗？怎么会响起来？他推开房门，刚好看见电话在夜色中闪着昏黄的光芒，铃声此起彼落，像是急着要人接听。小袁忍着恐惧，慢慢走向电话，接了起来。喂。电话那头没有回应，只有轻微的沙沙声响，像是有人在大口喘气。他屏住呼吸，等待着，但那沙沙声持续了一会后便戛然而止。他以为是接错了号码，刚要挂断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低语声，模糊不清，像是有人在电话那头喃喃自语，含混的词语难以辨认，但其中有几个字却清晰入耳：回来吧。小袁浑身一颤，猛然挂上电话，退后几步，心跳加速。他回到房间里，试着安慰自己，只是听错了，或是当地信号不好。但刚躺下没多久，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，这次铃声比之前更加急促，更加迫切。她不敢再接，想要叫醒丈夫，但丈夫已经熟睡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小袁心里越发恐惧，紧紧捂着耳朵，闭上眼睛，希望铃声快点停下来。但那电话彷佛执拗地响个不停，不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在持续了几分钟后，铃声终于停止，小袁松了口气，以为终于可以安心入睡。可就在她刚要闭上眼时，手机却亮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组不明号码。她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喂。电话那头依然没有说话，但沙沙的呼吸声再次传来，这次更近了，像是就在她耳边低语。她不自觉地握紧手机，恐惧地听着。这时，
那头的声音又低沉而缓慢地传来：“你为什么不回来？”小袁心跳如雷，猛地挂断电话，四肢发冷。这声音似乎不属于任何人，但那种熟悉感却莫名地令他惊悚。他无法解释，这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，带着无法摆脱的执念。次日一早，他满心恐惧地向民宿老板询问昨晚的怪事。老板表情一变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栋屋子之前的主人是一位老人，他死后一直有人说会在半夜听到电话铃声和低语声，仿佛他想找什么人。也有人说曾经在接听后看到房间里有影子，但回头却什么也没看见。”小袁听得汗毛直竖，不敢再追问下去，只想赶快离开这栋老宅。他匆忙收拾行李，催促家人离开。就在他们即将开车离开民宿时，小袁的手机又一次响起，屏幕上显示着那组不明号码，电话铃声在安静的车里响彻，诡异的令人窒息。小袁颤抖着手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他能感觉到某种冰冷的气息从话筒传来，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盯着他，静静等待着。她再也忍不住，迅速挂断电话，丢下手机，催促丈夫快点开车。车子终于驶离那条阴暗的小路时，小袁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民宿的方向。他的视线扫过那栋老宅的窗户，竟隐约看见一个苍老的身影站在窗边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远去。从此以后，小袁再也不敢接起任何不明来电，因为他知道某些电话并不属于现实的世界。那个夜晚的声音似乎仍然在他耳边低语，带着执念与渴望，像是在等待着他某天再次回去。离开台东后，小袁始终无法摆脱那通电话带来的阴影。他开始频繁更换号码，避免任何不明来电的干扰，甚至连陌生的讯息都不敢回复，因为他知道那个电话里的声音还在等着，像是希望他回到那个老宅，再次拿起那部电话，继续未完的通话。而那通无声的电话也许永远不会停止响起，等待着下一位不知情的住客接听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我是鬼影，我们梦里见。